我們的保護塔改版嘍，施工項目全面升級，未來將採用新版雙面保護塔，讓保障內容更完整，施工項目更清楚。那在影片開始前，記得幫我打開 CC 字幕。這是一台 Toyota Yaris Cross， 沒錯，小小一台好停車，空間又夠用，也是很多人通勤代步的首選。但這台才剛交車沒多久，車主就發現開噪音、下雨時的車頂吵雜聲，還有夏天車室內的悶熱感，其實比想象中更讓人受不了。所以今天車主直接來升級它的隔音，一起來看看原廠到底給了多少隔音配置。Yaris Cross 一台算非常熱門的車款，這一台剛出的時候我們也有拍過影片，也有上路實測。不一樣的是，不只做了輪拱，還有膠條隔音，也選擇我們頂棚塞不熱高效隔熱吸音工程。夏天要到了，梅雨季加上大太陽，這是讓人非常困擾的點。這一台車主才開1000出頭公里而已，是一台非常新的新車，但是開沒多久就覺得噪音非常的大。很多人都說，你選擇這樣子的車款，这樣子的等級，為什麼還要去在乎隔音？為什麼不選擇更高級的車呢？那有時候車子也有預算的問題，不管你選到多高級的車，隔音也不是最完美的啊。沒錯，連邁巴赫都來過了，各位。因為我們已經也做了各式各樣的車款，對，也看了各式各樣原廠的隔音材料，但越高級，真的隔音越好嗎？或是說這樣的車隔音就不好嗎？其實都不一定，都是要看車主自己本身對噪音的敏感點，或者說對噪音的忍受程度，因為畢竟每個人的耳朵聽覺感官都不一樣。那講到這邊，車主今天選的是什麼版本啊？今天車主選擇我們的輪拱輕量化語境版，加上我們的全車膠條，再就是我們的車頂，它選用的是豪華版，加上我們的賽普勒高效隔熱吸音墊。那現在我就把車子開上頂高機，把它的內裝給卸下來，看看它原厂的隔音用料是如何。為什麼車主會想要做隔音呢？那我們把輪拱拆下來，可以看到它裡面藍色的鈑金。那它有很多螺絲啊、卡扣，我們就把它放到小盒子裡面，做好分類。因為它內規版在做定位的時候，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螺絲，把它分類好、歸類以後，再復位就會比較方便、比較快速。那接着我們就可以來做清潔，清潔就是要把它鈑金上的一些雜質都把它清除掉，這樣我們在粘貼我們制震材的時候，才可以完整的服貼在鈑金上。那它有一些有線路擋到我們施工的地方，我們也會把它拆掉，這樣子我們在施工的時候才可以做得更完整。那我們制震材貼上去，也要預留螺絲的孔位、維修孔，把孔位預留出來，這樣子下一個師傅在拆裝的時候才不會出錯，不要擋到其他的管路啊。這樣如果我們以後去保養，技師也不會看不清楚。我覺得這蠻重要的，就是對於這台車後續的一些工程什麼的。因為總不能說做完這個工程以後其他地方都不能用。對啊，這倒是真的。那有些管子後面啊比較難施工的地方，我們也會用對應的工具去做滾扎實的動作，讓每一個地方任何角度都是很服帖的，這樣才可以發揮制震的效果。那我們制震台全部做完之後，就可以上我們的隔音墊，坐在靠近車室的地方。制震台先吸收我們的震動，再來用我們的隔音墊來阻隔一部分的噪音。那這兩個材料上完之後，我們就來上我們的保護，讓我們的隔音塗層可以完整的包覆在這些材料上。那我們噴隔音塗層呢，就是要讓它完整的包覆，不僅有隔音的效果，而且還可以防塵防水，這樣我們的材料在裡面，它的壽命就可以更長久。我們的材料它本身就防水，再加上一層也是防水的隔音涂层，可以讓它更持久、更好的保護在裡面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前輪跟後輪的差別，它的角度比較特殊，所以我們需要更小心翼翼的去滾扎實。因為制震台它有一點軟，你就要沿着鈑金的幅度去，不然它中間就會有一個洞，裡面就會有空氣，這樣它就沒有服貼在鈑金上。那在前葉子板這裡我們也會貼。那原廠的隔音墊呢，A 柱這裡原廠就有附一個這個哦，還蠻厚實的哦。它阻隔在這裡，不僅可以阻隔噪音傳到車內，也可以阻隔一些風切聲。也可以看到它跟門這邊都是連通的哦。那有的車款原廠這裡都沒有，我們也會把它補起來，讓它隔音效果變得更好。那有的車款呢，我們也是會再加一層。那頂棚的部分呢，我們就要看清楚了，有很多零件都是先壓在頂棚的下面，先把這些零件拆除，例如手把啊，或者是燈啊，像左右的飾板，其實都是壓在頂棚下面的。
就整個都層層堆疊。所以我們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拆除，然後最後把我們的目標頂棚卸下來。那頂棚上面有一些雜花紋，它的厚度也蠻厚的哦。像西西的它就是白白的嘛。它的等級有比西西高嗎？我只知道比它小。哦，当说它的材料感觉比較好一點。可能是因為這一台算是比較新世代的車。可能原廠在這方面多花心思設計。那頂棚看起來是平面，好像比較好施工，但是我們還是一樣要把它滾扎實，而且呢還要用我們的工具把它壓在我們這些頂桿的縫隙裡面，讓它的效果可以做得更完整。從外觀這樣看過去，一致性也會比較高。那我們質證都做完之後呢，就可以貼上赛伯樂高效隔熱吸音墊。可以看到師傅都是把它層層接在一起，不會有空隙的去製作。假如說上方的熱冷塞進，就不會透過縫隙傳進來。那再來就是下雨天滴滴答答的噪音，也可以完整的被賽伯樂這個材料給吸收。所以現在我們夏天到了，梅雨季節跟大太陽都是最煩人的東西了。剛好赛伯樂這個產品可以解決這兩個痛點，尤其是像這種頂棚啊，它敲起來就是非常的薄，震動會直接傳進去車子裡面。那先上一层我們質證，讓雨滴打下來的震動吸收掉，也可以借我們賽伯樂阻隔起來。當然質證材它也有一定的隔音效果。那原本是只經過鈑金雜花棉頂棚嘛，現在多了2道我們的質證，還有賽伯樂，這樣子在我們遇到下雨天或是大太陽的時候，那種感覺就會差很多。大家一定都有過那種下車買個飲料或者休息站停一下，裡面就非常悶熱，然後冷氣要重新先開一下，在外面等一下。真的，經過這個赛伯樂就可以把熱能阻隔在外，就不用再那麼難受。那我們要去看一下內規版的進度在哪裡。原廠的後輪是用這種絨毛材質，前輪是用塑膠材質，但它有配上我們的吸音棉。我們遇到這種5門車款啊，基本上原廠都會用這種絨毛的材質，因為後箱會產生共鳴嘛。對。那原厂一定是也知道這件事，所以會讓後輪用這個會比較好一點。可是它沒有吸音棉呢，因為有絨毛啊，就已經夠了吧？前輪內規版塑膠的，再加個吸音棉，就意思給一下那種感覺。對，如果是比較對隔音有下功夫的車廠，對，他們的內規版就是會用絨毛配上吸音棉。而且我們有看到那種特別毛又特別厚的，但是這樣成本就會比較高啊。對。那也沒關係，我們就加上我們的高效吸音棉，讓我們的輪拱也可以有效的大範圍的去阻隔隔音。再噴上我們的隔音塗層，先從4邊去做封邊，再從中間去把它全部覆蓋起來。不僅是為了讓它的壽命更長，也是讓它的隔音效果更好。那一樣，我們做這個呢，孔位也要預留，不然它就復位不回去了。這樣子讓以後不管是誰拆裝這個內規版，不會因為說我們這樣一次施工之後的人就沒辦法做後續的事情。施工完成，我們就把我們全部的部件都把它復位回去。那頂棚呢，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們的線路是否把它都接回去，做一個開關上的測試。那輪拱呢，內規版復位之後，輪子先用螺絲對角去鎖，再用工具把它做定位。那我們隔音工程就這樣大功告成。接下來就是做我們的全車的膠條。那我們的膠條是各式各樣的型號，去搭配不同的位置。可以看到原廠呢，它原本是非常多的縫隙。那借由我們膠條把門邊這些縫隙做填補，可以達到阻隔風切聲的效果，也可以達到增加氣密性的效果。輪拱的隔音就是去阻隔底下開噪音傳上來的聲音，頂棚隔音就是阻隔我們的下雨。那再來是賽伯樂還多了一項我們隔熱的效果，全車膠條就是阻隔風切聲我們左右兩邊的聲音。因為車子在行駛之中，噪音源四面八方，針對自己的介意的點去下手，會比較準確，也會覺得效果会比較好。那我們的材料呢，都是通過 SGS 的認證，超過400多項，3歲以下兒童放嘴巴都沒有關係。不只是隔音要有效，更重要的是，各位在車室內經過高溫曝曬，這些材料是否還是穩定，是否還是安全的，讓各位施作完這些隔音工程，不管什麼時候都是安全無毒、健康的環境。同時呢，把噪音把它降低。那我們隔音工程就到這邊結束了。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，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底下留言你還想看什麼樣的車款，說不定下一台就是你的車。